我们的基督徒的路到底能不能够走得正直，和这个有关。神他的旨意，他的工作能不能够在地上通行，和这个有关。所以盼望今天晚上我们都能够倒空自己，重新来认识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该如何操练有一个清心祷告的生活。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清心的重要的这个关于这个方面。在《清心的人》这本书里面，弟兄就交通到一个基督徒得救，我们里面就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都得救了。但这个得救呢，是一个起头，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得救的时候，里头所得到的这个主的生命呢，刚开始仍然非常的浅，非常的幼嫩。当然，我们渴望在我们得救、追求主的日子里，这个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但是弟兄就说到许多人得救多年，本来应该要走得很远，本来应该要在主里走得很深，但是呢，他的生命却一直没有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想一想我们也许看到的一些，当然不叫你们专看消极的但好像在我们的身边也有着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许得救了10年，但他们的情形仿佛还是一个初信者一样。弟兄说这就好比我们一天到晚在台北市里面走路，走了5年，但是竟然还走不出台北市。不是因为台北市太大了，是因为他一直在那里兜圈子，他一直没有在那里走一条正直的路。许多基督徒他的生活也是这样，得救了多年，听了不少道，好像也参加聚会，但是呢却没有长进。我希望我们在主的光里好好来对照一下我们的情形。弟兄说，对于道理似乎明白了一点，但对于主的生命却还是懵懵懂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可能天天读圣经，里面却没有光。圣经它只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但是我们的里面没有光。另一面，我们可能也热切侍奉，但我们的侍奉没有光，没有实际。甚至我们有时不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只能天天过所谓的属灵生活，却没有新鲜属灵的看见。我们早起读圣经，看望人，照顾人，但我们里面没有新鲜的看见，没有新鲜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刚刚的这段话说出了我们身上的一些情形，就知道今天晚上这篇信息是你我的拯救。神救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他生命的人。他并没有意识要我们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过一个懵懵懂懂没有光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神乐意叫我们得他的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但是呢，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却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情形？我们得了他的生命，却没有得的更丰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清心这个字你好像常常听见，好像刚刚弟兄在这边说这个纲要讲的每一个点你都可以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蒙光照。如果在我的身上没有一种生命的长进，如果在我的身上没有常常有基督新鲜的光照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涌出一种喜乐，说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如果一无所有，你真的喜乐吗？没有分数，存折里面没有钱，没有车也没有房，但是达密说何等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清心？因为我们真的看见一个清心爱主、一个清心要主的人，他所过的基督徒生活与我们有何等的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光里重新的来求主，让我们在这件事上有好的操练。